异市场的秘密，跨越宇宙的力量。第1章，力的发现。你们知道吗？地球的人们曾经不知道为什么东西会掉下来，他们只能傻傻地说，因为东西就是掉下去呀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叫牛顿的人坐在苹果树下，苹果啪的掉在他头上，喵的，他终于灵光一闪，咦，是不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苹果拉下来？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得说，这只是地球文明的第一步。从这个小发现开始，他们才第一次懂得，宇宙里有无形规则在悄悄掌控一切。后来，爱因斯坦又来补充，重力不是单纯的拉力，它是时空的弯曲。想象一下，把球放在棉被上，凹陷的地方会让小球滚过去。所以呢，地球、月亮、星星全都被这些规则温柔牵引着。第2章，4种基本力。对地球的人们来说，目前认识的力量有4种。重力让星球乖乖转圈，没有它，你们连站稳都难。电磁力，你们的灯、手机、电脑，甚至呼吸的空气，全靠它维持秩序。强作用力，这是宇宙最黏的胶水，把原子核牢牢粘在一起。弱作用力，看似不起眼，其实是太阳发光发热的秘密。这4种力量合起来，就是宇宙的支柱。作为外星过来人，我忍不住想象，地球人还在慢慢摸索他们的规则呢。第3章，人类与动能。地球的人们很努力，他们想用力量做事，从用双腿走路到驯服马匹，从蒸汽火车到飞机、火箭，他们每一步都在借用力量。作为一个早就能在星际间跳跃的冒险员，我看得明白，每一次进步背后，其实都是更大力量加更聪明利用的结果。但力量越大，挑战也越多。走路靠摩擦力，但跑快时摩擦力又变阻力。飞行靠翅膀或引擎，空气阻力会成大敌。想飞出地球，重力就是最严苛的考验，需要巨大的燃料才能脱困。你看吧，地球人能走多远，全看他们掌握多少力。第4章，星际旅行的困境。现在，如果地球人想去星星玩了，要到最近的恒星，半人马座阿尔法星，哪怕最快的火箭，也得几万年才到。地球人提出很多办法，用核聚变像小太阳一样燃烧，用反物质爆发惊人能量，用太阳帆靠光压慢慢推行。但要么太危险，要么慢得令人抓狂。所以今天的地球人虽然梦想星际旅行，却还困在地球和太阳系的小笼子里。作为冒险人，我只能微微一笑。喵，地球人啊，你们的梦很大，但你们需要更多智慧，才能像我这样自在穿越星海。第5章，4种力的错位比较。我们刚刚说到，人类发现了宇宙里的4种基本力，可是一比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为什么一块小小的磁铁就能吸起铁冰，甚至战胜整个地球的重力？难道说
重力真的是最弱小、最没用的力量吗？这里其实有一个错位比较的误区。想象一下，一头金鱼和一只蚂蚁，谁的力气大？如果用绝对力量来看，当然是金鱼。但如果用相对力量来看呢？蚂蚁能举起比自己重几十倍的东西，金鱼却绝对做不到。这就是问题的核心。不同的力作用在不同的时空集聚上。什么是时空集聚呢？比如地球、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又比如电子、原子、细胞，都存在特定时空集聚，大约是8的8次方倍。所以说电磁力、弱力、强力差不太多，因为它们都在原子尺度附近。而地心引力则是地球形成的力，因此小木球与大铁球坠落的速度相同。所以说重力并不弱，电磁力也并不强，两个力量并没有可比性，就像蚂蚁和金鱼一样。若真要比较，就得放在公平的尺度上，除去时空集聚的部分，大约8的32次方倍，一层结构力，3层场域力。第6章，结构力与场域力。再进一步，我们可以把这4种力分成2大类。第一类是结构力，强作用力，把原子核紧紧绑在一起；弱作用力则让原子核在该分解的时候释放能量。它们像是物质的内部工程师，掌管拆与合。第二类是场域力，重力能让整个行星、恒星、银河彼此牵引；电磁力让原子、分子之间产生作用，形成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世界。它们就像是无形的网，把宇宙连成一张大网。迷思就在这里被揭开了。这4种力看似差距悬殊，其实只是分工不同。如果你把它们硬放在一起比较，就会觉得矛盾百出。可一旦明白它们所在的时空集聚，一切就清楚了。第7章，意识场的出现。我们刚刚破解了4种基本力的迷思，知道每一种力都有自己的舞台。但是宇宙还有更深一层的秘密，意识场。什么是意识场呢？它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心理作用，也不是单纯的幻想，它是一种隐微的能量场，存在于量子尺度的微观世界之内。在量子世界中，电子就像星球一般大，而意识场就是由量子世界中的物质基础，如微原子构建而成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的力量关系：意识场力之于电磁场力，就如电磁场力之于地心引力。也就是说，意识场能产生远超过我们日常想象的动能。第8章，意识场与星际旅行。那么，这股力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？想象未来的宇航器，如果能用意识场包裹，它几乎不会受到阻力，因为意识场作用于微观尺度。宇宙中宏观尺度的摩擦力，空气阻力对它来说微乎其微。它可以以极高速前进，却消耗极少的能量。它运行安静而安全，不需要巨量燃料，也不受传统物理限制。换句话说，意识场有可能成为星际旅行的动能核心。就像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的水滴，无声、快速、无惧阻力。只不过这一次，
我们把这个概念和科学宇宙结构连在一起，结为启发。未来的地球人不只是靠火箭、核能或反物质飞船，也许你们需要学会掌握自己的意识能量，让心灵与宇宙的力量共振。这可能是地球人迈向星际的下一个关键。